从明治时代到太平洋战争这段时间，其实就是日本帝国的主要时期。日本实行的是征兵制，也就是说达到某种标准的男性都有服兵役的义务，并且这段时间呢，日本相当的好战，外部战事不断，服兵役期间的人大体都是没有拒绝上战场的机会。不过当时其实也并不是每个人都会被征兵，都说了是要满足某些标准嘛，也就是说不符合标准的话就会被免除兵役。那大家可能最容易想到的就是现在泰国人在体检时造假逃兵役的各种操作，其实日本帝国时期，尤其是昭和男儿们也是这么做的。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聊聊日本帝国的征兵和逃兵役的话题。这里是花善里演绎历史与传奇的频道，记得先点赞订阅哦。当然呢，帝国政府也不傻，在户籍制度下大体还是知道哪些人符合标准，哪些人不符合标准的，所以红纸的发放也是有的放矢。日本帝国二战前的兵役制度开始于明治6年，也就是1873年，是由日本的开国元勋之一山县有朋主导设计和初期执行的。不过日本帝国的中前期一直有士族问题，也就是维新之后失去了生计的武士们的不满，所以与其说兵源不足，不如说得想想办法消除这个隐患。所以直到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这么长的时间，征兵制度的执行都还是相当的宽松。而且一开始呢，制度的设计就极不公平，是采用的所谓抽签制，先设计一定的时期内某个年龄段服兵役和免除兵役的人数，然后通过抽签来决定谁去服兵役，而且这是一锤定音的，抽中的男子原则上就要服役3年。而没有抽中的人，这辈子就不用担心服兵役的问题了。那用膝盖想也知道，这所谓的抽签到底是不是随机的吗？当时日本也有一些免除兵役的规定，日本政府也是本着有钱不赚白不赚的原则，规定如果抽到红纸可以交钱免除兵役，米价换算下来大约是现在的300万日元。考虑到世界农业革命的前后粮价的差距很大，我猜可能就相当于现在的1000万日元左右的价值吧。总之就是有钱人交了这一次，这辈子就不会服兵役了。其次呢，为了防止家族的消亡，每家的长子都免除兵役，所以当时日本人们会采用分家呀，或者是把小儿子们送到只有女儿的亲戚家去当养子呀这种方式，让家里的每个男丁都是长子，这样子来免除兵役。还有就是当时日本为了迅速的赶上发达世界，各种政策都鼓励文明开化，直产兴业，兵役方面也不例外。规定如果是就读过高等学校或者专科学校可以免除兵役，搬家到了北海道或者冲绳可以免除兵役，征兵时常驻外国的人也免除兵役，也是豁出去了。那么在中早期通过这些方式来躲避兵役的日本人有多少呢？大正10年，也就是1921年的官方记录显示，当年给大约55万名适龄男子发放了征兵状，最后实际入伍的人数大约只有14万人，3/4的人都成功逃脱了兵役。妈的，这个漏洞已经被钻成筛子了。昭和时代开始，随着日本的假想敌越来越强，全面战争的耐力变得越来越重要，日本帝国政府对于国民的控制力也在进步，自然征兵制度也就变得越来越完善，越来越严格。尤其是侵华战争没能如计划的速胜之后，由于可预见的长期消耗战和与英美的战争肯定需要大量的士兵，所以日本的兵役制度也改成为武装全民做准备，兵役由原来的3年减为2年，以此充分利用有限的教官资源培训更多的国民。兵役结束之后也会自动进入预备役，随时可以征召入伍。对于各种逃兵役操作的限制和核查也越来越严格。尽管如此呢，当时的日本人还是在继续做着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尝试。1938年，日本的入伍率大涨到了 47%， 到1944年已经是 77% 拿到红纸的人都会入伍了。昭和时代的兵役法规定是，年满17岁未满40岁的男子都有服兵役的义务，必须接受征兵体检决定是否入伍。不过大体上只有超过20岁才会被强制征召，17到20岁可以自愿入伍这样的操作。到这个时候，体检成为了征兵最重要的标准，身体状况合规就会被征召，然后就被派往前线了。战争后期的话，多半不到半年，家人就能收到他的牺牲通知或者是残疾通知了。所以大家希望的都是征兵体检不合格，或者被划入伍但是不上战场的条件。但是昭和时代的社会氛围就是上战场光荣，虽然看上一个视频我们也知道，独裁政府越是缺什么才越宣传什么，但是反正如果你明确表现出不想上战场，那就是非国民要被批判，只能在实际操作中大家心照不宣。刚开始日本还没有完全锁国，出国留学是一个很好用的借口，很多人就谎称留学，躲在家里不出门。但是侵华战争开始之后，日本很快就对出入国进行了严格的限制，
这个借口就不好用了。对于征兵的执行力度，在日本的海军、陆军、内务省以及各地方政府的业绩考评中的权重也是越来越大。现在军方会直接接触地方自治体，要求从征兵体检名单中挑选每年的应征者。如此一来，地方政府和警察组织便直接参与到了征兵执行中，可以用治安强制手段来调查和惩罚逃兵役的人了。严重的还可以直接从大本营发布全国通缉令，并且连坐家人。残疾这条路变得风险很大。那么事到如今，日本人也只能从非法地带中走出来，认真思考更麻烦的合法不被征兵的方法。人们就开始尝试征兵规定中的漏洞。首先，皇室公告直接说了，天皇体恤疾苦百姓，如果家庭面临经济困难，急需劳动力，男子可以延后入伍时间。军部也发文表示响应。不过大家尝试之后发现，完全就是放屁。很多人申请的家庭困难延迟入伍，但是获得批准的被征兵者，战后统计下来只有大约10万分之一，形同虚设。然后人们又把目光看向了另一个比较大众的延迟入伍规定，那就是如果被征召人处于全日制入学状态，可以按照规定延迟入伍的年龄，最高能以中学生的身份延迟到26岁入伍。在1940年前，这个方式确实帮助了很多人，但是随着日本战局的恶化，逐渐变成了只有理工类、师范类、军事类院校的学生才可以应用此规则，其余的学生也会被送上战场，甚至直接在学校里挂上了学徒出征的宣传海报。想当然尔，从此日本的年轻人都有了一个理工梦想，各种理工科院校完全不愁收生了。再次就是常驻海外这个理由了。虽然日本严格管制海关之后，躲在家里谎称常驻海外的办法不太灵了，但是这条规定并没有被废除，有门路的话还是可以真的躲到海外去的。以此为理由逃兵役的人大约占了被征召者的 5%， 人数还是很可观的，算是家境比较富裕的人的安全小窗吧，至少不是家境困难那种放屁规定。那你也看得出来，合法的办法都有家境限制或者是比较困难的条件限制，运气成分很高。普通的日本人就必须要采用一些灰色地带的办法了。那最符合直觉的就是直接跑路了。虽然侵华开始之后对这种事变得严格，但是太平洋战争开始之后，很多日本人心里都知道这下是肯定要战败了，因为前不久才发生了日本能不能在美国干涉之前打败中国的论战，中国还在强力抵抗时，太平洋战争已然爆发，这个现实就让谁在说谎比较明显的。所以很多拿到红纸的人想的都是，只要不被抓到，等到战败之后就不会被清算，一度使得帝国政府对地方政府下达了以类似保甲制度的方式减少失踪人口的行政指标。后来这件事被军方直接接手亲自督办，要求惩罚落实到每一个失踪人口的家庭。当然，直接跑路这种也算是有一定的勇气的做法了。普通人面对强权，一般还是只会诉诸运气赌一赌的，而且大家并不愿意家人受到牵连，于是装病也是一种非常直觉的办法。比如当时躲避兵役的方法就有定期绝食，以此让自己的身体始终消瘦矮小到不符合入伍的条件。但是后来帝国政府放宽了这方面的征兵标准，矮小瘦弱不够极端也要被征召入伍。然后就是在入伍体检前狂喝酱油，使得心跳加速，从而假装患有心脏病或者是脚气。更狠的人会长时间用绳子绑紧大腿或者是脚踝，以此造成脚部的异常浮肿，无法正常的走路。然后还有一些超级猛人操作，比如有人戳破眼角膜或者是烧伤眼睛，以此造成严重的视力下降。有人在耳朵深处塞入豆子假装耳聋，还有人用针管直接往下颚注入蜡油或者是油脂假装有甲亢，甚至有人用针刺伤睾丸来制造血肿，或者是直接砍断自己的右手食指，让自己无法使用枪支。总之要用健康的理由逃兵役，还是需要付出相当的代价。那为什么一定要这么假戏真做呢？既然听力视力的缺陷都可以成为不被征兵的理由，何不造假试试？自然政府也不是傻子，每次征兵体检前都要复盘上次检查中可能上了哪些当，而且征兵体检造假也有相应的处罚。有人就假装自己视力不好，然后医生给他换了各种眼镜测试，最后再给他平光眼镜，谎称这是近视镜，然后他就假装看得更清楚了，因此谎言被拆穿，被判在入伍训练期间监禁2个月，出狱之后直接送往前线。甚至假戏真做也有处罚，也有一个案例是当事人谎称在厨房意外切断了食指，但是军医指出，手划的话应该是斜着切下去，而不是他这样垂直的伤口。而且手划如果力道太大，应该会伤及其他的手指；力道太小的话，切断处又不应该这么干脆，以此拆穿了他的谎言。最终，这位也被判了2个月监禁加2万日元的罚金。无论如何，他的食指确实是断了，无法用枪，还是不用上战场了，破财消灾了吧。
还有一个倒霉蛋，明明装得很像，到了最后医生下结论说你当不了兵了，他可能太高兴了，脱口而出阿里嘎多在马斯，然后也是喜提2个月的监禁，出来之后直接上前线。说到底，这些逃兵役的手段，即使是对家境有一定要求的常驻海外，也是属于非权贵阶级的领域，权贵们就基本是走个过场了。这些家庭的年轻人中，大概一半都是用了随便的理由就入伍体检不合格，另一半则是入伍之后在日本国内做协调工作，到傀儡国去的都是极少数，更别说真的上战场了。其实昭和时代，日本还有一份不对民众公开的免除入伍条件，其中包括了军需品工厂的熟练工、运输和通信业的工作人员、国公立学校的教师，以及都道府县或者是市町村事务所的核心主管人员。这些称不上权贵，但是有一定体制内渠道的家庭的年轻男子，大多就是通过了这些方式免除了兵役。像町村这种基层管理组织的主管人，因为是由他来发放红纸，但是人们发现他永远都不会被抽到红纸，大多都认为是这些基层人员在其中搞小动作，所以他们很被讨厌。被征兵者的家庭对他们发起诉讼也有过，但是其实人家本来就在征兵制度的免除条件之内，只是普通人不知道罢了。总之就是这样，在生存机会的竞争面前，大家都只能无所不用其极。都看到这儿了，别忘了点赞订阅，我们下期再见。